礼38萬，西安没有這麼高的彩禮，咱們這彩禮能降一降嗎？老師，娶我要38萬的彩禮多嗎？還有的人嫌貴啊。其實我以前都是要50萬的。那現在為啥降價了呀？哎，這不是一直都嫁不出去嗎？那我只能降價要38萬了。我懷疑我可能真的嫁不出去了，特別是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，我又感覺挺焦慮、挺迷茫的。因為我今年26年即將34周歲，虛歲可以被人說是35了。一方面，我想，要不隨便找人結婚生子算了。另一方面，我想，那不行，那可是我的后半生，那是我余生的幸福呀。在当代中国城市中，被称為剩女的女性多半擁有高學歷和高收入，她们在職場上投入了大量時間與心力，成為都市中極具競爭力的一群人。然而，大眾普遍仍抱持着30歲還沒結婚就是有問題的刻板印象。於是，這些女性在職場上是精英，在家庭與社會輿論面前卻被貼上了問題女性的標籤。不少女性坦言，自己過去確實沒有把重心放在戀愛上，她們忙於考試、升學與升職，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中，情感被一再延後。當他們試圖進入婚戀市場時，卻發現自己似乎已經錯過了社會所認定的最佳婚齡。事實上，這些女性並非不渴望愛情，相反的，她們往往對婚姻抱有期待。然而，隨着年齡的增長，她們有時會感到焦慮。我肯定是嫁不出去了，81年的，都已經是45歲了，沒有結過婚，沒有生過小孩，早就沒有人給我介紹對象了。現在就連我爸媽都不催我結婚了，他們心裡肯定也明白，我這把年紀還會有誰要呢？哪怕我現在就是不要求任何條件，就是倒貼彩禮，估計就連老頭都不會要我了。大齡女生什麼瞬間最崩潰？我呢是認識一位快40的未婚女生，主稱獨生女。剛剛留學回來的時候呢，是做金融的，年紀輕輕，收入就不低了。所以女生本人呢非常自信，覺得自己條件好，找到男朋友那必須得是人中龍鳳。學歷呢985的碩士以上，有留學經歷最好，要有房有車，沒有貸款，要收入比他高，家庭資產比他多，還要長得高長得帥，還要會哄他開心。那個時候的女生社交平台上曬的都是自己的精緻生活和自拍美照，她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有嫁不出去的煩惱。博主說，這位女生在親戚朋友的介紹下也相過不少次親。對於收入高的男生，她嫌對方外貌普通，長得帥的她又擔心對方花心。就這樣一晃過了30歲，她感覺靠譜的男生越來越少，而她看上的男生身邊早就圍着一群20多歲的小姑娘，根本輪不到她。於是她試着降低擇偶標準，可依然沒有遇到合適的人。本來在舉辦婚禮前，兩家已經談妥，彩禮定在16萬6，新郎也早早把彩禮交給了新娘。沒想到在結婚當天，在接親時，新娘家突然提出，新郎還要再給8萬8的下車費，否則新娘就不下車。新郎一氣之下決定不結婚了。新娘一家人當場愣住，只能眼睜睜地看着他轉身離去。媽，我問你一下，您姑娘不下車，你讓不下車？就因為這8萬8，這婚咱還結不結了？怎麼就不能結？今天婚也得結，錢也得給，8萬8少1分錢都不行。你说我上哪給你弄的8萬8去？李晶晶，我最後再問你一次，這婚你還結不結？不結。不結是吧？好，這不結了，我告訴你。這兩天休息，認識一個在天津教初中的美術老師，他還說自己同時是一個收藏家，40歲喪偶。剛開始我覺得他很有才華，也挺有素質的，誇我有古典美。但後來聊天，他幾乎每天都跟我誇他自己精明強幹，說他不是普通人，但凡有眼光都知道他幹的是驚天偉地的大事兒。還說東南亞那邊有所學校的主管都拿他當座上賓。姐妹們，我找的畢竟是伴侶，感覺他下一秒都要登基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，感覺有點誇張呢。大家周末好呀，今天上海天氣可暖和了，60幾度。那今天要去跟一個男生相親，這個男生是朋友的朋友介紹的，那算是一個帥哥啦。88年上海人，然後身高有188，最關鍵他有6塊腹肌。我好像從來還沒有相親過那種有腹肌的男生。那他做的是金融行業，之前有簡單見了一面，然後加了微信，我們今天約了下午去喝下午茶。博主說，他和這位腹肌哥聊了很多，
從平時喜歡做什麼、吃什麼，到最近各自的相親經歷，話題很快就打開了。富基哥是上海本地人，家裡在市中心有2套房，工作和收入都相當不錯。按理說他的条件已經很優越了，但他卻說自己找對象並不容易。一方面他本身不愛社交，另一方面他的年齡也不小了，這讓他很有壓力。他說富基哥很會聊天，說話輕鬆自然，很會誇女生，所以他對他的第一印象相當好。现在的剩女真的是都有3大幻觉。第一個，天真的以為到了某一個年紀就會遇到一個完美無缺的霸道總裁，無條件的寵你、愛你、包容你。這種我只能說少看一點言情小說和偶像劇，期望和現實天差之別。第二個，幻想着存在一個靈魂伴侶，在某一個時刻會出現，滿足對愛情的完美的想象，完全契合自己。如果在戀愛中有一點不合適的地方，就馬上換人，絲毫不給磨合的一個機會。2025年中年少女們最喜歡的4大名著：霸道總裁愛上一贫如洗的我，霸道總裁愛上绝经的我，霸道总裁爱上离異帶娃的我，霸道總裁愛上肥頭大耳的我。咱也不知道這霸道總裁是有多缺心眼。我現在出門啊，必須得帶着身份證，我就怕哪個霸道總裁過來要跟我閃婚。Hello， 今天的約會到比較晚，已經這個點了，12點了我才回來。累輸了。今天其實他是有事情，然後他會比較遷就我這邊，是來我這邊吃的飯，所以他過來有1個小時。我怕那家店要等位，我就先去拿位置，然後在裡面的座子等他。然後他來的時候，其實我們2人之間也沒有覺得會尷尬，然後我們就聊的都還蠻順利的，都還蠻好的。我還給他選了個小禮物，其實我見男嘉賓都會送一個小禮物，就我會覺得這是一種尊重和禮貌吧。依然姐，我是95年的，想諮詢下擇偶定位。好的，你先說說你情況。身高162，體重95斤，學歷普通本科，做電商運營，月收入5000。家庭什麼情況？就普通家庭，父母都是打工的，會有養老，這方面沒有什麼負擔。那家裡的話能給你什麼助力嗎？應該沒有什麼助力，我感覺，但我沒問過。你對另一半有什麼要求？先說說你有什麼期待。男生月收入2萬吧，有車有房沒貸款，身高175以上，形象好一點，最好工作能穩定，人品的好，對我得好。紅娘認為他要求男方月收入2萬元，這個標準偏高，因為具備這種收入的男性往往擁有更多的選擇，他們完全可以挑選更年輕貌美的女生。紅娘建議他要正視這一點，適當調整自己的標準，否則很難找到合適的對象。我95年30歲，未婚未育，身邊也沒有人給我介紹對象了。不出意外的話，今年可能還是一個人回安徽老家了。我媽天天催我趕緊結婚，結婚後生個孩子，不然老了沒人疼我，沒人照顧我，一個人就會很可憐。可是朋友們，你們說我找誰去結婚啊？現在的男人都嫌我年紀大，眼光也高，對方也想找個年輕漂亮、條件又好的另一半，而我學歷低，長相普通，也沒有很好的工作，這樣的條件應該沒有人會看上的吧？別再說大齡剩女沒人追啊，他們生下來根本不是沒人要，而是心氣兒高，總想上架等更好的，覺得自己能等來霸道總裁。你看現實哈，男人在路邊吃盒飯，10個女人9個嫌；女人在路邊吃盒飯呢，10個男人呢有9個疼。你說仗着性別優勢，再加上學歷一提，他就更覺得再等等，肯定能嫁得更好。可結婚這事兒哪有那麼多突發？等來等去，沒等到霸道總裁，只等來了越來越大的年齡，把自己熬成了大齡。我還是会按照這個要求太形象，你不降低，你就繼續單的。我是95年的，目前是小學老師，但是我是有編制的。我的學歷也是研究生，身高不是特別高，但是也還可以吧，1.56米。1.56米是真的淨身高，還是說還有點水分？淨身高吧。那長得咋樣？我自己覺得中上水平吧。那你現在是打算找個什麼樣子的嘛？身高一定是1.8米以上，因為我自己本身不高，所以我對這個身高很有執着。紅娘對他說，你的學歷和工作都不錯，但你身高1.56米，卻想找一個1.8米的，這個要求真的太高了。除非你現在24、25歲，男生也許還能接受這樣的身高差，但你已經31歲了，如果還堅持這樣的擇偶條件，恐怕很難實現自己的心願。18歲離異，帶個10歲的娃，自己一個月掙4000塊錢，沒有房子，沒有車，天天幻想霸道總裁來拯救他。他幻想的這個男生得是總裁身份，35歲以下，身家過億，帥過吳彥祖，還得對他一見鍾情，不在乎他帶娃，不在乎他快血經，還得給他一張黑卡，隨便刷的那一種。
人家霸道总裁却主动的给你整回去，望着年轻貌美、豪门贵族的小姑娘不娶，碰着你了。你是干啥的？霸道总裁绝对不找大龄剩女，别说你38了，你就算是30岁，人霸道总裁他都得掂量掂量。反正掂量过后呢，就是不找。你38岁没钱呢，没钱40多岁的男的你又看不上，有钱的40多岁的男的，人家肯定会找更年轻的，比如说28的，比如说20的。你想找一个40岁出头有车有房的，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竞争对手是一大片年轻的妹妹。认识2个多月了，人家男生觉得认识时间够长了，跟你表白，你怎么回答人家的？那我不得考虑一下吗？你这个态度那是不主动不拒绝也不同意。我确实觉得他人挺好，也挺欣賞他的，也願意跟他在一塊兒。我只是想看一下他對我有沒有誠意而已，想着冷落他2天吧，然後等他主動來找我。結果他不僅不給我發微信，反而來找你，讓你重新給他介紹對象。你們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？我們過分，你自己不主動不拒絕，你把人家男生當舔狗。女生的冷淡態度讓男生打了退堂鼓。男生找到紅娘，說2個人交往了一段時間後，覺得彼此不太合適，所以不打算再聯繫了，請紅娘再幫他介紹一個。紅娘告訴這個女生，現在男方已經有了新女友。這個女生聽到後非常吃驚，說我們才1個月沒聯繫，怎麼可能這麼快就有了新女朋友了？就在那一刻，她才意識到自己弄巧成拙，心中不禁湧起陣陣回憶。我最近好焦慮，好迷茫，心也好慌，整宿睡不着覺，每晚凌晨2、3點、3、4點還沒睡着。我89年的，今年已經37歲了，想找個老實人，穩穩當當的結婚過日子。說真的，我不要求他多有錢、多帥、多高，我只要求他心地善良，對我好就行。在中國的婚戀市場中，男高女低的傳統觀念依然根深蒂固。有些女生本身已具備高學歷與高收入時，她們自然傾向於尋找與自己相匹配的伴侶。然而，符合這類條件的男性本來就少，其中還有不少人偏好依賴性更強的年輕女性。因此，條件越優秀的女性，反而更容易陷入一種高不成低不就的現實困境。這位博主今年35歲了，一路走來，他越來越能感受到那種說不出口的孤單。他希望能在38歲之前結婚，然後順利生下孩子。但他也坦言，想找到合適的對象並不容易，有時甚至覺得自己或許會孤獨終老。找對象真的好難呀，尤其是在我這個年紀。我都已經想好了，我可以不要房，不要車，不要彩禮，只要他能夠相中我，對我好就可以了。但是這都很難呀。我可能真的嫁不出去了。96年的我，今年30歲，未婚未育，甚至一段戀愛都沒談過。很多人問我為什麼還不談戀愛，不結婚。我思想比較保守傳統，覺得談戀愛就得奔着結婚去，不想耽誤彼此時間。身邊的同齡人都已經生完3胎了，唯獨我還在為找對象的是犯愁。我相親17次都以失敗告終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喜歡的類型，我不是別人喜歡的樣子，別人在我身上看不到想要的價值。身高、樣貌、學歷達不到對方要求，性格內向給不了對方情緒價值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